欢迎收看《力懂什么》，搞不懂就问人。我是丽丽。那来到《力懂什么》的第3个系列，我要养学霸。对你来说，什么是学霸？GPA 3.6以上，good sense of humor, general knowledge。不需要每天就是复习，但是他们一上课的时候就很专心听老师讲。比较喜欢学习，然后对学习的态度比较认真一点。听我自己的学生讲，学霸的标准是什么？我觉得还是不是很靠谱。没关系，我们今天既然来到了这个高等学府，就要找这个高等学府最高的那一位啊，最德高望重的那一位，去问问看，其实学霸是什么？Let's go。今天很荣幸的，我们请到了，他自己不觉得自己是学霸，但是在我眼里，他的确是一位很优秀，而且在马来西亚学术界、教育界非常德高望重的人物。他就是马来西亚拉曼大学现任校长，那也曾经获得麻省理工学院硕士学位的拿督尤方达教授。欢迎教授哈。那今天呢，谢谢。我们不谈学历，我们也不谈头衔简历，但是我们要谈什么呢？我们要谈的是新时代的这个学霸的定义到底是不是起了一些改变，然后还有就是成绩和成功的关系，我们应该怎么理解？尤其是来到了现在这个 AI 时代、智能时代，很多东西都越来越快，步伐越来越快的时候，诶，我们作为父母的，能够怎么样培养全人发展的孩子呢？我觉得现在这个时候呢，这个时代也就是人工智能的时代啊。一个人呢，只要他愿意学，有兴趣继续学习呢，他终有一天呢，他会学到很多。所以我觉得更重点呢，不是说他考到什么，现阶段考了什么成绩，而是说他有没有本身有这种强烈的愿意学习的那个的动力跟兴趣。但是你不能够说成绩不重要，成绩的确很重要，它是可能要踏入一些很好的高等学府的一张门票。所以你觉得高学历就等于成功，这是一个需要破解的迷思吗？学历当然非常重要，但是呢，也要确保说，即使是你大学毕业过后你有学历，但是在整个职场上、整个生活未来呢还持续不断要学习。如果纯粹是为了考试而学习，那么到了职场过后没有继续学习的话，也不就是也会落伍。因为很多新科技的东西，很多新的知识一直在涌现嘛。所以从这方面比较有那个长久的持续力的力量呢，应该还是回到这种学习的乐趣。孩子学生小的时候，我们除了让他能够专注于自己本身学习之外，我们也要看他有没有培养起他本身对这个本身的好奇心，本身对其他领域他有兴趣的东西的学习的兴趣，这个也是非常重要。那这些道理可能相信很多家长其实心里都懂，但是执行上的话呢，就总觉得说，哎，就是有一些什么东西一直在那边阻碍着，尤其是来到现在这种 AI 智能手机称霸的这个时代，你怎么样看待现在父母的挑战？我觉得这主要是说现在也有这种所谓的手机上瘾了。所以这种的自控力也是非常重要。我觉得不管说他是对手机的游戏，或者手机的那个社交媒体的内容，或者是其他方面呢，这表示至少说他有这个好奇心，他有这个动力。求知欲。求学力，如果能够把他这些动力，把他的努力呢放在学习方面呢，那肯定他就能够做得更好。而且呢，有时候手机上的视频这些，它都是比较快速的那种资讯的那个流动。那么我们人的脑呢，还是生理的，不像那个计算机或者电脑这么快，它需要时间去让我们脑里面的脑神经网的连接起来，然后才能够把东西记住起来。所以呢，平时的那个读书平时的学习比较专注的这个还是非常重要的，才能够把这些知识呢长期的保留在脑里面。作为家长，我还是觉得说知易行难，而听了校长的那一席话，我还是觉得说，接下来我应该怎么样做呢？那现在你不给他看 iPad 又不可以，他会跟你讨，所以这一种平衡在这样的年代，可以怎样去拿捏，怎样去贯彻？我觉得这方面当然我们是需要跟孩子沟通，然后让他了解说什么时候呢，
他就可以看手机。什么时候呢？他还是要把注意力放在学习方面，因为他的生活里面也除了手机跟学习，他有其他嘛，比如说帮忙做家务啊，比如说大家一起整个家庭一起去出游啊，这些还是有一些共同的时间的。所以只要能够沟通的好的话，让他了解说他有时间是让他去学习，有些时间是让他用手机。但是用手机的时候，很多时候他可能就要培养起他这种自控力的话、自觉力的话，我觉得是更重要的。就是比如说他自己本身知道说，甚至说每一天他记录下他用手机的时间，或者是他看视频的时候，就让他说，哎，你自己算一下，你今天看了几个视频，这些自觉跟的力量呢，让他了解，哎，我是否看得太久了，我是看得太多了。然后就另外一个方式呢，可能就是说叫他说我半个小时就够了，但是半个小时之前的5分钟，可能你提醒他一下。当半个小时的时候，他还是欲罢不能的嘛，或甚至忘记，对吧？那么我们就可以跟他说：“好，你现在已经超过半个小时了，那么你自己讲，你还需要多久？”那么他可能是讲一些可能再多15分钟啊。当然，我们有时候有要讨价还价了啊，15分钟。我说好，就让你在15分钟，然后这是他的承诺嘛。再过10分钟的时候，你就跟他提醒一下，然后到15分钟的时候就说：“哎，你已经承诺，这是你第二次承诺了，已经15分钟了。”所以，如果你这样做下去呢，我觉得是他自己的自觉能力就会提高了，而且这个是他自己的承诺。会到一个阶段呢，他会说：“好，我停下来了。”那虽然这个过程是比较长，其实是培养了起他能够控制的能力。所以这个是一个需要耐心的过程，是是，父母不能够操之过急，要不然的话很可能会跟孩子产生这个摩擦啊，关系不好了就更加难去是是，协调这方面的东西了，是吗？而且下次的时候再用同样的方法的时候，他就越来越能够掌握，越来越能够遵守那个时间了，所以教授，你因为他自己本是相信身强。孩子心里面一定是有那把尺的存在，你是要让他更加察觉到这把尺的那个限制、那个刻度在哪里。对，因为我觉得说孩子们在玩的时候，当然他知道父母亲的希望、父母亲的期许，然后他自己也知道说他玩多了，他也是想要控制。所以如果我们是协助他去掌握这个自觉跟自控力的话，那么这个控制呢是长远的。他如果能够自己长出这种能力的话，未来即使他不在父母亲身边呢，他也知道他有一些方法，他可以控制。教授还有另外一个东西哦，社会里面现在就有存在这种竞争的心态，家长都不愿意让孩子觉得孩子自己落在后面，一直追着前面的人跑的，所以很多时候就会发现说家长会很焦急、很心急。然后你觉得家长应该怎么样去应对这样焦虑的心情？我觉得学习是长远的。我觉得重要的是说，怎么样让人家愿意持续的、不断的去学习。比如说，他学习的程度是到了这个阶段，然后我们如果给他比较难的东西，他一发觉说差距太大的话，他就可能一下子就放弃了，这是很可惜的。但是如果你给予他能够胜任的任务，然后他又能够在你的鼓励下，他能够达成的话，然后再继续慢慢再高，再难一点，再高一点的话，慢慢他这个速度会越来越快的。然后直到他自己很有信心的话，那么他就已经能够很好的去自学了。长期这样下去呢，他就会培养起说第一学习的能力跟兴趣，第二呢，他能够发展就是说他喜欢就是说去学比较难的东西，喜欢去克服，喜欢这种成就感。而这恰恰是未来在我们人生、在我们事业里面，很多时候我们都遇到各种难题，然后这种愿意接受挑战，然后愿意去专注去努力的话，然后得到成果的那种信心跟那个乐趣呢，长远来讲，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然后我也知道尤教授常常会到各处去给演讲，那其中你非常强调的一点就是，诶，来到这个智能时代、AI 时代，我们还是要强调全人的发展。你可以跟我们讲一下，这个全人发展其实是包含了哪些角度？我觉得全人的发展呢，包括就是说，一个人呢，除了持续不断有愿意
在终身学习，向上嘛，终身一直在学习。那么，因为在职场上，在人生上，在学历的提升，都需要这种持续向上的力量哈。但是呢，纯粹向上力量，当你掌握住这些智能、掌握住知识的话呢，如果不把它用在好的方面，也会影响到社会。所以这方面呢，我觉得全人教育呢，应该是既向上也向善，善良的善，善良的善也向善。向上呢，就是说第一呢，也叫对自己要照顾得好，对家人有照顾的，有这个关怀关爱，然后呢，也希望呢能够跟人家沟通，能够交流，能够愿意帮助人。然后向上跟向善的话，那么就能够确保说，未来呢，他在整个人生事业里面，他能够走得更安稳。而且我们也不能够永远都陪着我们的孩子们啊。那么，如果他有这个终身都愿意学习的力量啊，跟努力，然后还有呢，愿意跟人家就是沟通交流，愿意去体谅别人，愿意有同理心，愿意去帮助的话，也有很多人愿意帮回他，那么也有很多会帮回他。然后这方面的话，就能够助进他们呢，更好的是在生活上呢，未来呢提升。这样我就觉得说，给现在他已经有上学了，然后我已经有在外面帮他enroll 一些兴趣班，OK，然后为了让他身体强壮，OK，我也有让他去参加一些运动类的活动。诶，这样我是不是身为父母，我就已经做得很好了？还是缺乏了些什么？在人工智能时代呢，其实每个人手机在手就可以找到很多的信息，反而更重要是如何发展我们的智力跟智慧，去分辨是非黑白，去能够做分析，能够了解善恶，这个更重要了。纯粹知识跟技能的学习呢，还是不足够的。我觉得更需要是他需要去体验真实的生活，在现实的生活里面去体验人生，去至少懂得就是欣赏喝一杯咖啡的那个乐趣，去不是去帮助别人，感受到就是付出的那个快乐，然后去参与各种活动，包括运动，然后去参加各种各样的郊游，总之是全方面的，只要他的兴趣所在，意思是好的话，就可以鼓励他去亲身去体验，因为这种成长呢，这种体验呢，它是一贯的。不像说我们在手机上、在互联网上所拿到的信息呢，是碎片的。当你跟碎片的时候，可能你就不晓得它这个前因后果。但是如果你通过这种连贯的东西呢，你去学习的话，当然在当中呢也会遇到挫折、失败，但是在父母亲、师长的鼓励下，你又克服这个困难的话，那么未来你就有这种成长的经验，从克服困难然后成功的经验，这些呢反而是未来的能够为他带来更大的力量的所在。你教授你自己也是三个孩子的爸爸，然后三个孩子都已经大学毕业，OK，然后进的也是中国还蛮不错的大学，所以以你的经验之谈，你回想起过去的20年。你的育儿路上，你其实觉得你自己做对了什么，或者是有什么你觉得你可以做得更好的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让镜头前的父母借鉴一下。我觉得我们那时候也是在学习，所以我们也看了很多教育之类的关系的书。那么我们也知道说，当孩子们发展的时候，他有不同的情况，就比如说小学进入中学的时候，他那时候情绪脑会比较发达，然后等过后呢，那个比较理智的脑的成长需要一些时间，所以这时候我觉得最重要是更好的陪伴，然后鼓励。而且呢，是孩子们呢都是以父母亲有时候做榜样，然后如果说我们说鼓励他们学习，然后我们自己本身有没有学习，待人处事，我们自己怎样对人待人处事，因为这些都是孩子们学习的榜样。那么当然，另外一点是说，我们也知道有些时候我的孩子们呢也是有遇到挫折，有些时候需要经过一段时间调养心理啊，或者是各种方面的调养，让他重新建立自信心。也就是因为这样，有让他机会去摸索，然后在成长中遇到挫折，然后怎样去克服，这个经验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知道他经历过这个，而不是永远都是一帆风顺的话，你知道在未来的人生里面，
以后他遇到挫折、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已经有学会了一些方法，或者是他本身有这种经验了。所以从这方面呢，有些时候我们不是说不管我们还是非常的关注，但是给他更大的支持和鼓励，然后但是呢，要陪着他成长然后有些时候即使他跌倒了，但是鼓励他站起来，给他各方面的鼓励。但是要放手，让他跌倒，让他去面对挫折，跟自己成长的话，那个放手，当初你是怎么样觉得说，是时候放手了？他没有所谓的说什么时候你要放下了因为你也不晓得但是当事情发生过后，你第一呢就是要去了解，然后要让他知道说，我们是一个渠道，一个弯回的渠道，他永远有这个家，他可以依靠。然后呢，我们也要理解很多事情的发生，有事情，有法理，有各种各样的那个，我们也能够有同理，然后很好的去面对，然后也不一定是说孩子是对的，有些时候真的是我们自己的孩子犯错嘛。那么这方面就是把它当成是他一个成长的机会啊，然后开导他、引导他们，他也能够从这份成长中呢，学习到如何遇到刁难的时候、遇到批评的时候要怎样去处理，然后遇到霸凌的时候应该怎么去处理。然后刚才在这一场访问开始之前，其实有教授有谈到说，你当年拿过那个麻省理工学院的奖学金去深造，然后你现在也是那个面试官这样子，在这些顶尖学府面试录取学生的时候，他们都在看什么东西？当然是成绩方面，他会是他是会看的嘛。成绩当然基本上就不是说，就只要表现优异，然后又有他兴趣的，在他兴趣的地方，不一定是在学术上，在某一个领域，比如说音乐、画画、制作各方面里面呢，他兴趣的地方而且这个不是因为校方指定，爸爸妈妈指导这方面，而他能够把它提升到就是程度的话。就表示说这个人呢，他有这种向上的能力，持续不断，只要他有兴趣的东西，他能够把它做得更好比如说他不学习音乐，他不只是学习音乐，他甚至过后呢能够作曲，能够演唱，然后帮学校筹款，这些呢就是说他能够把他学校的东西呢，就持续的向上一个程度去这是一点。然后第二点呢，是他所学到的东西如何去用去帮助别人比如说他学习到的这个技能，他如何比如说刚才我提到的他的有这个方面音乐的天才，他有没有只是每天就是念很多，然后他自己就在唱歌或演奏，那么有没有用他这个能力去帮忙这个社会？然后第三呢，就是说他在整个成长的过程中有遇到什么挫折、挫败，他如何克服它，如何站起来，这些呢，就是所谓的我们常常讲的智人勇就是说看他在自己本身的智能跟这个智慧方面有没有怎样提升，而且提升不是因为纯粹只是说成绩的优异，他有没有能力自主学习，他有没有这个热忱去学习新东西，而且能够把它学到更高的这个等级，甚至能够创造自己的新的知识然后人他有没有这种仁爱之心，愿意去帮助别人，愿意去协助弱小的团体、弱小的人们，那么这些爱心是非常重要的。然后第三呢，就是勇不是匹夫之勇，是能够勇于面对生活上的挑战，勇于面对生活上的困难跟挫败，然后重新站起来。谢谢尤教授，你把笔记记下来了没有？刚才尤教授讲的这些呢，其实都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很焦虑的家长，你看着你的孩子一天天长大，你一直在怀疑说，到底我做对了吗？到底我给他上这个班 OK 吗？这个学校 OK 吗？其实我觉得这些只是一小部分，到最后尤教授说的一点是很真实的，诶，其实是陪伴。然后放手的话，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该放手，但是那个时刻来的时候，我觉得父母跟孩子都是一起学习的一个过程，然后是孩子让父母变得一个更好，成为一个更好的人，然后你的孩子怎么样成长，他其实就是看着你，你就是他的一面镜子，所以你要孩子变好，
你自己要先变好，你不要他刷手机，你先不要刷那么多的手机的理由就是那么的简单。好的，非常感谢尤教授今天跟我们分享了那么多的智慧。当然也非常感谢今天这一集的节目呢，我也有个非常强大的后盾，就是 Thai Gross 全马销售第一的这个虎乳之饮，能够支持我们这档亲子成长的教育类的节目也跟我们的一起爸爸妈妈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感谢他们荣誉赞助我们这个系列，我要养学霸，阅读什么搞不懂就问人，我们下期见。